开头的这个视频，你们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吗？实际上，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叫做野兽之子，曾经还是号称世界上最高最快的木质过山车。不过，更让它名声大噪的，竟然是它的做工。据说玩一圈下来，就像是坐在购物车里面，快速经过崎岖不平的土路一样颠簸。作为世界级的过山车，竟然能够粗糙成这副样子，这真的合理吗？反正自从开业到关停，乘客们体验下来，确实都怨声载道，就连年轻力壮的青年人都玩得头疼背痛。那么，这嘎嘎作响的过山车到底有何魅力，会吹捧为世界之最？而它究竟又是如何运行的？最后还落了个被拆除的命运呢？野兽之子过山车位于美国俄亥俄州梅森的国王岛游乐园。自从2000年4月28日向公众开放以来，公园一直对它寄予厚望，因为它的多项数据都打破了世界纪录，比如高度为66米，是世界上最高的木质过山车，速度最快为每小时126公里。除了这2项纪录之外，野兽之子还有另外几项纪录，比如最长木质过山车下降距离65米，唯一的循环木质过山车，最长环形过山车2143米，以及最多的木质过山车轨道。总之，野兽之子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无人超越。虽然打破了多项纪录，可实际上它的安全隐患并不是经过长年累月的使用老化而造成的，甚至可以追溯到正式开放之前。在1999年5月11日，国王岛游乐园宣布了要建造一个木质过山车的计划。为此，游乐园卖力地进行了营销。他们在园内的人行道上提前放置了一个破碎的盒子，经常会自己剧烈地摇晃起来，里面还时不时地传出野兽般的咆哮声，以此吸引了大量驻足观看的游客。再加上即将打破世界纪录的口号，游客们的期待值可算是被拉满了。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在施工期间，美国过山车公司 RCCA 竟然被提前解雇了。为了不烂尾，当时乐园的运营商决定单独完成这项工程，因此改动了一些设计和结构。所以直到后来野兽之子被彻底拆除时， RCCA 还解释称，当年乐园的运营商为了节省资金，双方的合作早就中断了。言下之意就是野兽之子压根就不是一台经过专业设计的过山车，出了任何事情他们都一概不负责。然而抛开他们的纠纷，在野兽之子临近开放时，麻烦事就已经开始了。2000年1月11日，一场大风竟然把部分设施给吹塌了，游乐园不得不进行紧急修复。后来，野兽之子的开放时间定于4月14日，可天公不作美，连续的阴雨天气拖慢了正常的施工节奏，又不得不延迟了2个星期开放。然而，更加离谱的事情还在后面，开放还不到1个月，就有一小段轨道需要维修，野兽之子也只好暂时关闭，直到5月26日才又重新开放。其实，作为一个经典的木质过山车，野兽之子无法逃离本身的缺陷。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它的结构。区别于钢制过山车，木质过山车的结构是现场切割出来的，仅用螺栓和钢板固定，形成复杂的支撑系统，层层木板被叠堆起来，扁平的钢带充当车轮的运行轨道。结构和轨道的固有缺陷，使得木质过山车略显粗糙，坐上去会有严重的凹凸不平、坑坑洼洼的感觉，不像钢制过山车运行起来相当的滑顺、舒适又平稳。或许粗糙原始的概念就是传统木质过山车的特点吧。果然，在野兽之子运营的第1年时间里面，意外事故频发，不是轨道需要维修，就是传感器出现了故障。由于经常出现关停的情况，它的风评也逐渐变差，甚至被贴上了粗制滥造的标签。抛开这些设备的问题，乘客体验下来也确实感到很糟糕。当然，这些话并不是在黑它，更何况这也确实酿成了大祸。2006年7月9日晚上，过山车出现了结构性故障，导致木头无法支撑乘客的重量，最终开裂。紧接着，另外2个木头也出现了倒塌，轨道直接倾斜。正在运行的过山车经过此处时，颠簸异常明显。等到返回后，乘客们纷纷抱怨头部和颈部受伤，需要就医。据统计，一共有27名乘客被送往医院，其中2名乘客需要住院，但好在都没有生命危险。7月10日，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后才发现是木头的裂缝造成的。乐园的运营商也意识到了过山车存在结构缺陷，不过他们坚称自己有修复过过山车，就是没有考虑到列车上方的负载，只是在他们认为需要额外添加木头的地方进行结构支撑。为此，野兽之子又关闭了一段时间。乐园还特地发表声明，在重新开放之前，绝对会对该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检查，避免事故再次发生。然而，调查人员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。据调查，所谓的修复工作，他们甚至都没有用计算机模型来确定过哪里是需要额外支撑的地方，所以他们怀疑该乐园压根就是做做样子，呈无所谓的态度，等真正出事了再说。2007年7月4日，野兽之子再次回归。
为了减少对木结构的压力，轨道上方采用了更加轻便的列车，取代原始设计。但是由于较轻的列车根本就无法通过环路，所以游乐园直接把那段环路给拆了，用一段直路代替。没有了标志性的环路，野兽之子一度产生了很大的争议。但即便如此，回归后的野兽之子也相当的忙碌。就这样，毫无界限的乘客继续在野兽之子下方大排长队，嘎嘎作响的过山车更像是野兽在咆哮。话说胆小的人恐怕听见这声音都不敢去做了，但对于爱冒险的人来说，在极度刺激的同时，还能听到一阵嘎嘎作响的 BGM， 岂不是更增添了肾上腺素的分泌？所以，当面对臭名昭著的野兽之子，人群当中也出现了两极分化，有人避而远之，而有人蜂拥而至。2009年5月31日，有名妇女在玩了一次野兽之子后，觉得有些头痛，但毕竟这也算是常规副作用了，所以她当时没有寻求急救帮助。半个月后，这名妇女报告称，自己因乘坐了过山车，导致大脑当中的血管爆裂，眼下不得不进重症监护室治疗。此事一出，又把野兽之子推上了风口浪尖，该设施再次被关闭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其实这名妇女早就在医院住了10多天了，只是一直没有表态而已。反倒是她的保险公司率先联系到了国王岛乐园，也许是协商无果，所以闹大了此事。自从野兽之子开始运营，就已经涉及到了6起意外事故，其中2006年的那场事故最为严重。一直以来，大部分玩过这个过山车的人，下车那一刻都在抱怨脖子和后背疼痛。由于他们都对受害者表达了同情，认为野兽之子就是粗制滥造，必须重新设计，或者干脆拆除算了。但对于一部分热爱过山车的人来说，这名妇女的遭遇绝对是属于个别情况。如果因为小概率事件就直接关停过山车，实在是小题大做。曾经有名网友还声称，如果他去玩野兽之子，绝对会在排队的时候就吞下几片阿司匹林镇痛片，这样就能有一个良好的体验感。为什么要因为那些爱抱怨的人就剥夺了其他游客的权利呢？总之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根据监管游乐园设施的部门报告，国王岛乐园的安全部门共有8名检察员，他们每年都会接受培训，在每个季度开始之前，检察员会挨个检查所有的游乐设施，安全认证后才能将其开放。当季度结束后，再重复一遍检查工作。而在此期间，他们还会进行突击检查，随机进行测试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也没有人能够保证做到万无一失。最后，经过多次检查，负责监管的部门认为，野兽之子并没有任何违规行为，可以重新对外开放。然而，大众一直在等待野兽之子的蜕变，它将翻新成什么模样，又或者是永远不会再对外开放。直到2012年，也就是视频开头的那一幕，野兽之子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，被彻底的拆除。后来为了纪念它，国王岛乐园还专门设立了一根3米高的石柱。这个有史以来最受争议的木质过山车终将不复存在了。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，我看了有许多游客拍的游玩视频，一整个木质框架的布局让人觉得像是被包围在一个迷宫里面，确实非常的壮观。不过在上爬的过程当中，吱吱嘎嘎的声音实在是太刺耳了，感觉下一秒整个过山车都要全部散架。视频下方也有不少评论，都是网友回忆当年坐野兽之子的经历。在乘坐过程当中，乘客们剧烈摇晃，有的还在座位里面被挤来挤去，留下了巨大的淤伤。虽然都有抱怨，但当野兽之子真的被拆除之后，大家还是觉得有些遗憾。毕竟如此庞然大物的木质过山车并不常见，而且崎岖狂野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，所以木质过山车才是硬核玩家的首选。可关键是，一个合格的游乐项目是不能用乘客的命作为赌注的。喜欢挑战的玩家毕竟占少数，大多数游客这一辈子可能只会乘坐这么一次，为啥还要带着风险乘坐呢？总不至于在过山车入口处贴好免责声明，如果乘坐过程当中一旦散架，我们概不负责这样的标语，那以后谁还敢来坐呢？还不是因为当初乐园的运营商为了省钱，提前结束与过山车公司的合作，造出了一个不合格的野兽之子，看似是在精打细算，实际花费了更多的金钱和精力进行后期修复，并且是从出厂就开始修复，修到关闭为止，最后还落了一个被拆除的命运，搞得臭名昭著，真的是得不偿失。话说在今天这个视频之前，我还真的不敢相信木质的过山车竟然有如此高的风险，难怪游客玩下来会腰疼背痛。如此粗犷的设计框架以及邦邦硬的座椅，真的是让人想想就望而却步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你们玩过最刺激的过山车是在哪里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